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我们每天都得面对的选择，那就是咱们的饮食到底是清淡自然一点好呢，还是味道浓郁的重口味吃起来更过瘾？到底哪一种才对我们的健康真正有益？这个问题啊，其实挺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的。现在的生活里，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但这些诱人的味道背后，我们是不是也付出了什么代价呢？这道选择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其实啊，关于怎么吃，很早以前就有指引了。我们看出埃及记第16章第23节，里面是这么说的：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你看，这里提到了两种最基本也是最纯粹的烹饪方法，烤和煮。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其实点出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我们怎么做饭这个方式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健不健康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古老的烤和煮跟我们今天最常见的烹饪方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你看这个对比，一下子就清楚了。左边煮和烤这两种方法能很好的保留食物本身的营养。再看右边，我们现在最熟悉的油炒，这里面可就藏着风险了。油温一高，油的结构就变了，甚至会产生毒素。而且这儿有个事儿，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有些从来不抽烟的家庭主妇，最后却得了肺癌。为什么？就是因为天天在厨房里吸那些炒菜的油烟。这么一比，水煮菜是不是健康多了？好，说完了烹饪方式，咱们再来聊聊那些重口味的食物。听起来是挺美味的，但它们的面纱背后到底藏着些什么危险呢？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油炸食品。这可能一点也不让人意外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油炸食品在10大垃圾食品里可是高居榜首的。你想想，我们平时吃的那些什么油炸蔬菜油条薯片它们带来的问题可真是一环扣一环的。首先，它们特别难消化，吃多了胃就容易出毛病。其次呢，它们是造成肥胖的直接原因，还会增加得癌症的风险。除了油炸的，还有一类就是腌制食品。很多人都好这口，觉得咸菜榨菜什么的特别开胃。但就是这小小的开胃菜，里面的健康隐患可不小。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关键就在于这类食品里有亚硝酸盐，这个东西在身体里可能会变成致癌物。不止如此，那盐分简直高得吓人。现在高血压问题为什么这么普遍？跟吃的太咸有很大关系。所以你看，很多地方都在搞那个限盐行动。好，说完了咸的，咱们再来看看甜的。这甜食的诱惑力估计没几个人能顶得住吧。但是它的后果嘛，可就一点都不甜蜜了。你看看这些是不是都很熟悉？什么花莓、蜜饯、蛋糕、冰淇淋、巧克力、饼干，这个单子简直可以一直列下去。这些东西的共同点就是糖分都太高了。那么吃进去这么多糖，到底会对我们的身体干什么呢？你这么想，首先它会让你的血液变得黏糊糊的，循环就不好了。然后呢，肥胖、糖尿病可能就找上门了。同时它还会偷偷的把你的免疫力拉低，让你睡不好觉。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什么？它会让你老得更快。好，除了这些明面上的油、盐、糖，还有一类东西，它们的作用就是刺激你的味觉，但对身体嘛，可以说是毫无益处。这就是那些刺激性的调味品和添加剂。这些东西我们太熟了，厨房里天天用的盐、酱油、味精，还有什么芥末、胡椒这些香料。另外就是那些喝的，可乐、茶、咖啡、酒都算。它们能让你的嘴巴觉得很刺激，但它们可替代不了水。你可别小看它们，它们不仅没营养，还会一直刺激你的消化器官，让血液发炎。最麻烦的是什么？它们会让你上瘾，让你越吃越多，根本停不下来。时间一长，胃炎甚至是胃溃疡可能就来敲门了。这就奇怪了，
既然这些东西不健康，为什么我们就是想吃呢？这背后啊，其实是一个设计好的陷阱。你得明白啊，那些食品巨头，他们最关心的根本就不是你的营养，而是味道。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创造出一种让你吃了就忘不掉的味道。他们甚至为此创造了一个专门的词，叫极乐点。这听见了有点玄乎，但其实就是食品科学家们像做化学实验一样，去精确调配盐、糖、脂肪的比例，目的就一个，找到那个让你最爽、最满足、最想不停吃下去的黄金组合。说白了，就是让你上瘾。所以啊，咱们得认清一个事实，对垃圾食品上瘾，这跟抽烟喝酒上瘾本质上是一回事儿。它不是简单的没毅力，而是你的身体真的对这些刺激性的食物产生了依赖。那知道了这些，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返璞归真，选择健康。你看这张图，其实很有意思，它把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做了个对比。我们的身体需要的是天然的瓜果蔬菜来提供营养，这就像在古老的记载里，人的心灵需要纯净的玛瑙，也就是上天赐予的食物，才能得到真正的力量。你看，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追求的都是那种最本真、最纯粹的东西，根本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人为刺激。有句话说得太好了，饥饿才是最好的调味品。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当你真正饿的时候，哪怕是最简单的食物，吃起来都感觉特别香。所以说到底，回归简单，选择清淡天然的饮食，这不仅仅是为了身体好，这更是一种自控力的体现，是一种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甚至关乎我们的品格。